这就是传说中的缅北电栅大楼。这里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缅北，背着枪的士兵来回巡逻。今天我来到了一座被缅北三面包围的云南城市，可以在边界地带近距离观察这个与电诈、战乱、犯罪、翡翠玉石等标签绑定的混乱之地。要看这座网上流传的缅北电诈大楼，可以定位到总佛寺。它坐落在瑞丽江北岸的山坡上，和缅北隔江相望。此段瑞丽江最窄处只有200米，可以说是近在咫尺。从瑞丽市区坐车到总佛寺有几公里的距离。瑞丽虽然不是热带，但是植被和自然景观带有明显的热带特色，经常让我产生一种置身中南半岛的错觉。瑞丽总佛寺始建于公元7世纪中叶，由2位从缅甸前来弘法的南传佛教僧人创建，是瑞丽市境内最高等级的佛寺。沿着总佛寺旁边的路继续往山上走，便能在右手侧看到这座淡蓝色的建筑物。大楼的中间用中文写着它的名字：榕江国际酒店。网上流传的说法是，这里之前曾经就是电诈园区，但现在好像已经不再做电诈了。大楼附近都看不到什么人，我把手机长焦开到最大，只发现了大门口的几个保安。缅北是一个赤裸裸的以暴力为底色和内核的凶猛世界。送我过来的司机告诉我，在缅北这样的混乱之地，对于真正的穷人来说，其实也谈不上有多危险。真正危险的是那些要参与较大利益博弈的人，不论是明道暗道、合法非法，许多竞争的烈度都无法被法律和道德所约束，那么终局就是一方被肉体毁灭。现在与我一江之隔的应该是缅甸的木姐县。很多网友以为木姐是缅甸的一个黑社会女头目，实际上木姐在傣语的意思是繁华热闹的城镇，只是我们根据它的傣语发音，用发音相似的汉字木姐这2个字来标注它。木姐是缅甸最大的边贸口岸，缅甸边境贸易中70%到80%在木姐进行。在整个缅甸来看，木姐都算是比较富裕的地区。木姐县总人口接近50万，如果放在中国，也算是一个人口大县。站在这个巨高点，从左往右拍摄，左边有许多高楼的，便是我们的云南瑞丽。渐渐往右移动，开始看不到高楼，全部是密密麻麻的低层建筑，这便是缅北的木姐。高处金灿灿的佛塔，还有塑了金身的巨大佛像，展示着这片土地上的信仰。可惜神佛是永远无法战胜人性的，失去了文明秩序，神佛也无能为力。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，便可以到达傣王宫。瑞丽傣王宫目前其实处于烂尾状态。据相关网络报道，傣王宫的投资人涉案潜逃去柬埔寨后，工程戛然而止。也有说法称是疫情期间耽误了修建，加上资金不到位，导致工程停工。从现场情况看，傣王宫部分建筑虽已初具规模，如大殿外廊金色石柱支撑、金塔等外观金碧辉煌，但屋内空荡荡，精美壁画仅勾勒线稿，很多建筑处于未完工状态。傣王宫背后的投资人是景颇族企业家董雷成，景城集团创始人及总裁，曾被称为景颇族第1代商人。董雷成1969年出生，因家庭经济困难早年辍学创业。2019年以51亿元财富位列胡润百富榜第816名，其商业版图涵盖航空、旅游、地产等领域，并因创办瑞丽航空广受关注。2014年10月，董雷成曾因涉嫌行贿被立案侦查。2023年，景城集团申请破产清算，但其个人仍活跃于多地企业投资。在傣王宫旁边有一家冷饮店，经营各种雪糕、冰淇淋，还有老挝冰咖啡，还有起源于泰国和缅甸的泡鲁达。老板看起来也很像傣族。可能是最近苏超太火了，小店的上方还挂了一个小广告牌，祝苏超联赛越办越红火。常州队成绩糟糕，从常州被打成调州，再从调州被打成金州，接着从金州打成益州，最后恐怕连仅存的一都被打掉，变成灵州了。有个正在喝咖啡的大哥看我盯着苏超的广告牌看，便问我是不是也是来自江苏。我说我来自正宗的荆州，然后我俩开怀大笑。看来老板娘这个用苏超引流的路子确实有效果。在中缅边境的很多地方，瑞丽江都是界河，可以看到我方这边在河边都树立了高高的铁丝网栅栏，还有密集的摄像头等电子监控设备，但对面则是完全不设防。准备离开时，我再逛了一圈总佛寺，
江边这座巨型铁佛像很有设计感，高踞山巅，下面又叠加了一座小金身佛像。夕阳西下时，佛像掌心仿佛托举落日。这真是一处唯美又有禅意的打卡地。瑞丽市所在的德宏州傣族人口为36万人，占总人口的27%。傣族与泰族同属傣泰民族，源于古代中国西南地区的百越族群。全球傣泰民族总人口约6600万左右，算是非常大的民族。接着我来到了瑞丽的解告口岸，雄壮的大国门前，一只狗狗坐在道路标线上，这个情景引得许多游客找角度拍照。瑞丽解告口岸的国门呈现出很浓厚的傣族建筑风格，旁边有个老哥大声拉客，一楼看两国，比一寨两国还好看，15块钱一个人。我心想这是什么野景点，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，于是决定去看看。老哥派出手底下的一位女助手，带我去一楼看两国。没走多远，女助手带我走进一间尚未完工的大楼，地面上有一层放鞭炮后剩下来的红纸屑。在楼梯口，女助手把我交接给小柜台后的收银员，我微信付款15元，收银员告诉我直接上到楼顶，不限时间，上面还有免费喝茶的地方。我的内心一阵感动，果然小作坊下料就是猛，服务做得还怪好的。接着我就开始上楼，紫色的墙壁，紫色的扶手，再加上这楼梯上刷的极富光泽的猪肝红，浓艳的配色，配上尚未散尽的油漆味，平时锻炼很少的我，到楼顶早已气喘吁吁。到了楼顶一看，人家还是讲诚信的，货还是能对上版的，果然是有免费喝茶的地方，虽然条件略显简陋。走到观景台，发现人家的广告确实也对得上疗效。这栋大楼的楼顶的的确确是一眼看两国的好地方，前面可以把缅北的木姐县一览无余，侧面还可以看到我方雄壮的国门和广场。首先我们来一个大全景的对比，这边是我方一侧高大宏伟的国门，以及国门前的宽阔广场，两侧都是人气旺盛的商业大楼，前来参观旅游的游客络绎不绝，一派现代繁华的景象。镜头往左移动，能看到比我们明显矮了一头的缅甸国门，两者建筑风格很接近，都是红顶金檐，有很鲜明的东南亚风格。缅甸国门之外便是木姐县的市容，公路狭窄，房屋错落，规划水平明显弱于我们。缅甸国门外的这条商业街上有许多都是中文招牌，其中还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牌，甚至还有中国移动，但我判定应该是山寨版。这家老成都面馆不知道是在装修开业中还是在倒闭撤场中，本来不该说，这白底黑字的招牌让人有点瘆得慌。我拿出手机，用长焦镜头观察对面的木姐市，首先就观察到了背着枪的缅甸士兵，没戴军帽，挎着一支长枪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，军容姿态都很随意。在这种法律松散的地方，许多规矩和潜规则都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。1988年，缅甸政府宣布木姐边境城市全方位对外开放，使其成为缅甸最早开展边境贸易的地区之一。2004年，缅甸在木姐市设立了木姐特殊经济贸易区，由联邦商务部边贸司直接管理，进一步推动了木姐的经济发展。木姐紧邻中国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，是中国消费品和建材涌入缅甸的中转站，也是缅甸出口中国农产品、水果、鱼类、海鲜等商品的重要通道。6年前，木姐的局势相对比较稳定，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木姐一日游，游览了木姐的好几个景点，还在木姐吃了一顿午饭。不过如今随着缅北战乱升级，这种木姐一日游早就停止了。这个15元的一眼望两国说的是不限时间，但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待不满10分钟。这其实就像许多店里说无限续面，但实际上2碗你都吃不完。还有点像你向女孩表白时，女孩说可以做你永远的好朋友，不太核心的需求可以无限满足，但根本不让你触及核心需求。瑞丽大国门这里还是天涯地角，是320国道的支点。旁边不远处还有一个小国门，好像两边的车辆都是从这边通关，所以显得比大哥们更加繁忙。许多缅甸货车满载着中国货物，在等着通关。还有许多缅甸人骑着3轮车，甚至是电动车，把货物装到了极致，专门靠帮别人拉货赚钱。国门附近形成了一个大的边贸市场，主要是面向缅甸批发货物，也有一个小小的市场是卖缅甸货，
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货物。我粗略地转了一圈，发现大多数东南亚的货物看上去都比较简陋，毕竟这个地区工业水平相对较低，这些产品对于我来讲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。边境的这堵高墙隔开两个国家，也隔开了两种不同的生活境遇，但相同的是，两边的人们都在劳碌奔波。生活是一种不能停歇的活动，有时候转念一想，觉得生活像转圈圈，实质并没有什么意义。再又一转念，觉得生活也有点意义，但不多。岁月迷离，遇上一朵喝醉的云，它路过叫你的咖啡厅，有过清澈的谜底。季节啊，坠落山顶，回忆啊，留在呼吸。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唱着你我，他和他，在狂欢时清醒到哭泣，梦里找到了回答，不去啊，不能抵达。你啊，现在好吗？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全球最贵的地摊，夜幕下的中缅边境翡翠鬼市，黑灯瞎火进行赌石，一刀可能倾家荡产。这是传说中全球最贵的地摊，一笔生意有可能金额高达1000万元。在中缅边境城市瑞丽，有这样一个只在晚上开业的鬼市，最神奇之处是不开灯，密密麻麻的人群在黑灯瞎火中，人手一个专门照玉石的手电筒。赌石的惊心动魄，一句话就可以概括：一刀穷，一刀富，一刀披麻布。有人在这里一次就倾家荡产，也有人赚到横财。今晚我亲身实探著名的德隆玉室，而且还花费12万巨资买下了一只翡翠手镯，注：货币单位为缅甸元。德隆玉室的营业时间比较独特，晚上7点开始，12点结束。整个德隆珠宝城分布有2000多个摊位，其中1到6号交易大厅是原石毛料交易厅。所谓原石毛料交易，就是所谓的赌石。7号交易大厅是成品交易厅，是卖一些成品的翡翠手镯、翡翠吊坠等。在原石毛料交易区，与一般灯火通明的夜市不同，这里一片漆黑，摊主通常不会准备光源来照明，只有一个专门照玉石的手电筒，顾客也大多自备手电筒。买家仅凭原石的外观、皮壳表现等，用强光手电照射来观察原石内部的情况，判断原石的出处、重水类型，进而确定价格进行交易。不确定性使得赌石充满了刺激和风险。这里的原石种类丰富，有来自缅甸不同场口的料子，如莫西沙场口、
帕秆敞口等。从价格低廉的几十元一块的普通原石，到价值数百万、上千万元的高品质原石都有分布。除了传统的面对面议价交易外，随着直播行业的发展，鬼市中也有很多商家通过直播进行销售。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玉石，与粉丝互动、砍价，将玉石销往全国各地。这些原石分为明货和暗货，明货是玉质部分外露，能看到一定品质的原石；暗货则是玉质完全被包裹，无法直接观察内部情况。对于暗货，还可以开窗，可分为半赌料、全赌料和半明半暗货。半赌料是指原石开了小窗，能通过窗口观察部分内部情况；全赌料则是完全没有开窗，风险最大。半明半暗货介于两者之间，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行家，也难以完全准确判断原石内部的玉质、颜色、裂纹等情况。赌石结果往往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，哪怕是开过窗的，有可能开窗的部分正好是这块石头品质最好的部分，其他的部分全是废料。一旦你花高价买下后切开，基本就是血本无归。还有造假风险，部分不良商家会在原石上动手脚，如制作假皮、注入绿色颜料、开窗处粘贴高品质翡翠薄片等，消费者难以辨别。原石交易区人潮汹涌，但也并不是每个都是正经买家，也有许多是来练手的，也有许多根本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游客，只是来凑个热闹。现在是锐利的雨季，一场突然的暴雨，雨量巨大，把市场的顶棚打得哗哗作响。我接着去旁边的成品区逛一圈。翡翠的主体矿物化学成分是钠铝硅酸盐，翡翠的形成需要高压、低温且富钠的地质环境。缅甸翡翠主产区位于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的碰撞带，主要就是缅甸北部的克钦地区。缅甸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商业级翡翠的来源地，主要产地位于缅北蒙古西北部的乌尤江上游3条支流流域内，其他产地包括威地、马拉、美国、日本等。但这些地区产出的翡翠质量和产量与缅甸翡翠相比有较大差距。翡翠传入中国可追溯到明朝，清朝时备受宫廷贵族推崇，成为中国玉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中国文化中，翡翠象征着吉祥、美好、幸福等，有人养育3年，育养人一生的说法，被视为具有灵性的宝物。翡翠从贵到便宜，主要分为这么几种。玻璃种，这类翡翠做的手镯，价格通常在100万以上，属于翡翠中的顶级品种。其透明度极高，质地细腻，几乎无杂质，表面有寒光凛冽的杠位。若颜色好，如达到帝王绿等，价格更是高昂。冰种翡翠透明度略逊于玻璃种，但仍然非常清澈，质地如冰般晶莹剔透，品质极佳。冰种手镯价格一般在10万到50万左右，其中高冰种手镯价格较高，通常在50万到100万，略低于玻璃种，内部含有棉絮，具有强玻璃光泽并泛有荧光。糯种翡翠质地类似糯米汤，朦胧感强，低端糯种手镯价格在小千元左右，晶体颗粒较粗，质地较浑浊。细糯种翡翠手镯价格一般在3000到5000元左右，质地相对细腻。糯化种翡翠手镯价格基本在大千元到2万元左右。豆种翡翠手镯价格相对较低，普通豆种翡翠手镯价格在500到3000元左右，晶体颗粒粗大且明显，质地粗糙，透明度差。光说不练假把式，来都来了，我也决定出手买一只翡翠手镯。根据现学现用的网上攻略，我挑选了这只带鉴定证书的翡翠 A 货，耗资12万，特别说明货币单位已换算为缅甸元，这样听起来更唬人一点，达到了我搞噱头和标题党的目的。实际约合人民币400元。翡翠里的 A 货可不是其他行业里面所说的高仿货， A 货翡翠指的是未经任何人工化学处理的天然翡翠，仅通过物理加工，如切割、打磨、雕刻、抛光等改变外形，保留了翡翠原有的矿物成分、结构和颜色。正规鉴定报告上就会标注翡翠 A 货，说明这是真翡翠。根据我的判定，我买了这只400元的翡翠手镯，是一只豆种翡翠，但还带了那么一点点糯种的感觉。最大的硬伤是有2条裂纹，如果没有裂纹，这只手镯估计也能卖到800到1000元左右。我作为新手，不可能出手就买上万元级别的翡翠制品，毕竟这行的水太深了。仿冒的有南非玉、马来玉，假冒的还有 B 货、C 货和 B+C 货。B 货是经过强酸浸泡，
再用胶做填充处理的翡翠。C 货是经过人工染色的翡翠 ，B 加 C 货则是在漂白和注胶过程中加入染色剂处理而成的翡翠。人气旺盛的德隆浴室也带动了周边行业的兴盛，有几家店铺专门经营观察翡翠成色的小手电筒，外面还形成了一条美食街，全国各地的风味食品几乎都能吃到。离开德隆浴室前，我还顺手在水果摊买了一个西瓜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冒着大雨去参观瑞丽市景颇族博物馆。不过这次游览非常令人失望，偌大的场地里新建了许多景颇族的建筑，中央还有巨大的广场，不过里面却空无一人，看来现在应该是倒闭了。中国境内景颇族人口为16万人，景颇族的起源与青藏高原上古代的低羌人有关，最早以寻传蛮高黎贡人建筑于汉文时期。景颇族在中国只有16万人口，但是在缅甸可是大民族，有100多万人口。不过他们在缅甸的名字叫做克钦。克钦独立军是缅甸实力最强的几支民族地方武装之一。这次虽然白跑一趟，但当我傍晚来到弄墨湖公园，这唯美的梦境一般的风景让我瞬间惊呆在原地。这是我10年旅途中偶遇的最美的画面。云南这个名字带这个云字是很有道理的，来云南旅游过的朋友都会有所感觉，就是云非常常见，而且非常低矮，很多时候山头、山腰和山脚都会有云朵漂浮或者云雾缭绕。今天在这弄墨湖并没有太高的山，而且是在市区，居然也能凝结出缥缈的云雾，在全国其他地方非常罕见。这如同海市蜃楼一样的美景，恐怕就是对旅行者最浪漫的奖赏。弄墨湖的旁边有一个热闹的集市，集市附近的湖边路旁也有许多人摆摊，形成了一整个完善的夜市。在美丽优雅的弄墨湖旁，在清风徐来的清新夜晚，逛逛这烟火气十足的夜市，人生的美好变得具象化，旅行的美妙变成一壶酒，藏在了记忆的酒窖。岁月迷离，遇上一朵喝醉的云，它路过叫你的咖啡厅，有过清澈的谜底。季节啊，坠落山顶，回忆啊，留在呼吸。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绚丽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唱着你我，他和他，在狂欢时清醒到哭泣，梦里找到了回答。过去啊，不能抵达，你啊，现在好吗？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
这是我10年旅行中最令我震撼的一个地方。大家都说它是亚洲最大的夜市，我怀疑它根本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夜市，而且是全世界最美的夜市。这里就是云南西双版纳的星光夜市。当我从入口进入，一转头，眼前的景象简直令我目瞪口呆。傣族风格的高塔，超大面积的密密麻麻的摊位，摩肩接踵的巨量游客，专门营造的灯光设计让这里流光溢彩。远处甚至还有一个悬浮的巨大气球，把这里变成了一个梦幻之地。星光夜市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告庄西双境内，毗邻澜沧江，总占地面积53万平方米，有效游览面积为9万平方米，拥有近3000个轻型创业摊点和300家步行街商铺。开放时间通常是下午5点到晚上11点半，部分活动延至午夜。这里美食丰富，堪称东南亚美食的集结地，有酸辣爽口的冲鸡脚，外焦里嫩的香茅草烤鱼，甜香软糯的菠萝饭等傣味美食，还有泰式点心、越南小吃等，价格实惠。这里也是购物天堂，民族特色手工艺品琳琅满目，如傣族手工造纸技艺制成的灯具、纸扇，菩提叶雕做成的相框摆件，傣族织锦打造的围巾、背包等。此外还有民族服饰、银饰、手工木雕等。星光夜市的文化活动非常精彩，设有10余处表演点位，每天进行夜游表演、舞台秀、篝火晚会等演出，每年还举办花车巡游、水灯节、柠檬音乐季等近30场特色民俗活动。这里夜景迷人，以大金塔为中心，灯光与油纸伞、泰式灯笼交织，形成星光之河的视觉效果。从大金塔俯瞰，五彩斑斓的伞海与灯火辉煌的摊位，极具视觉冲击力。最后我的建议是，每个人都应该来一次星光夜市。就这儿，这儿就是吧。都一样的。这个，这边这个。2块9一个，是不是？2个15，也是两个啊。因为它蒸汽是往这边出，所以它这里先把这个吃了，自己垫一下，一会儿吃完爸爸吃。要不要吃2个？老板，我拿一根这个4块的。柠檬椰子。中间柠檬。相信，陪你走过北东西，山水永不变。
逛了没有多久就下起了大雨，不得不先回酒店。第二天傍晚7点再次来到星光夜市。想带你去云的故里，张开翅膀听风的梦呓，想和你在新的花期，背上行囊去芬芳之地。人生的旅行无数偶遇，辗转的命运却围绕着你，这旅途有你，风吹过繁华如雨，凝结时光的欢喜愁绪，懂了陪伴的意义，这人生有你。花落下万千涟漪，穿越世界的温暖不渝，才是最珍贵的际遇。全验了，我不要。买这个人，你们怎么的？哎，这个应该是最长。啥你？我告诉你多遍了，你们就不听。这车就走了。明天19号的吗？那20号万一没时间呢？这多贵呀！别买。尝一个吧，看这个现在还挺肥。要2个热的，热不热一下子？啊，热一下子不？小的。热不热？热一下子，热一下子。我这个是凉的。我去，害怕。转过去了啊！要辣椒吗？不要辣椒，不要辣椒。你尝尝。这啥味儿啊？那这个是海马吗？对。好热。我的，他说一会儿他说他看你，我一个不吃。开心，你们2个不要吗？要不过来选。来这个啥？给您来一场。不用。那你要小份的是吧？对，增加红，你这么怕？对呀，我也怕。
要不要辣椒，美女？不要辣椒哈。啥都有。要一个小的全家福，然后不要辣椒。哎，好了。25吗25。亮哥，拍照片，拍这儿。哦，你这个是连这个也有的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不要那么多钱了，就2个就行。这个也给我扫完钱了吧？啊，扫完钱了吧？等一会儿我给你扫完。啊，扫了吗你？我扫了。要不要来一份？来一份吧，来个素的15的，我不要玉米。不要玉米啊。对对对。要换成什么粉丝鸡蛋？粉丝鸡蛋、香菇可以，其他的不要。素虾一份呢，1份素的是吧？60啊。对。恭喜收款60元。泰式烤脑花、烤骨髓、越南小卷粉。吃什么？看一下嘛，泰式烤脑花、烤骨髓。吃的真的多。没有吃这条路。来，本店新货全场20。
样样20，来里面看一下。大一点的就没有我们这些漂亮的。妈妈等着我把这个唱完。有四个的，有一个的，有3个芒果的，有4个的，有一个的，没4个。50块钱给我打上买。啊50块钱一个。没有买不得。买3个。别的买不得。这个买3个哟，买3个啊，不是买1个哟。没有。100，这个是300啊。7个，中1个。50块钱可以拿的，这个我拿给吧，给你买这个。300这个要。这是手工做的巴基斯坦的。铁板大鱼，你要照2个了。来，现在你的。岁月迷离，遇上一朵喝醉的云，它路过叫你的咖啡厅，有过清澈的谜底。季节啊，坠落山顶，回忆啊，留在呼吸。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绚丽，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。唱着你我，他和他，在狂欢时清醒到哭泣，梦里找到了回答。过去啊，不能抵达，你啊，现在好吗？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。我游离天地，自顾自的寻觅，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谜。